普京在家部署防空导弹，乌克兰将在战后加入北约，70万人逃离俄罗斯，德国大批采购自行火炮。近日呢，来自国际卫星监测机构的高清图像揭示了俄罗斯军力部署的新动向。5月6号获取的卫星数据清晰地显示，俄总统普京在位于风景秀丽的列宁格勒州瓦尔代官邸周边即紧急部署了至少7套先进的铠甲 S1 中程防空系统。铠甲 S1 呢是一套俄罗斯生产的炮弹合一的防空系统，是俄罗斯最先进的一批中程防空系统，为取代前代 2K22 通古斯卡系统而设计的。其具有单车行进间独立作战能力，使用相控阵雷达的目标获取与跟踪，由导弹和高射炮2套武器一体组装构成，并且有同一雷达控制，理论射程半径达到30公里，高度15000米。近防雷达有效半径5公里，可以同时追踪4个目标。然而在俄乌战争中，该防空系统的表现却有些差强人意。为了防御乌军的无人机，俄军有多辆的铠甲 S1 进入前线战场，但是因为刚好遇到了冬季转春季，而且战场地形多为野地，有铠甲 S1 因为车轮子卡在了泥泞中无法离开战场，而被乌克兰武装部队俘获了。显然，面对日益严峻的无人机威胁，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重要的军事设施遭受打击后，身为帝国大统领，普京的人身安全非常重要。毕竟，谁也不想和别国首脑会谈时，让导弹在500多米外爆炸。在官邸附近多部署几套防空系统也无可厚非。然而，俄罗斯国内呢，却有一些不懂事儿的人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莫斯科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掌门人兼俄罗斯国防部文职顾问委员会要职的鲁斯兰·普霍夫博士，他在7月16号发表严肃声明，直言不讳地指出，当前这种聚光灯式的防空布局在实战中显得苍白无力，因为防空系统不同于填线宝宝，不是越多越好，而是需要分布合理布置，才能最大限度地提高防空成功率。在单一目标附近部署大量防空系统，不仅对防空成功率提升较低，而且是一种浪费。普霍夫博士进一步指出，俄罗斯军方在保护西部广袤区域内众多关键设施方面，显然存在常规防空系统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即便是那些被外界视为铜墙铁壁的防御要领，也未能幸免于无人机威胁的阴影之下。为此，他强烈呼吁军方采用一种更为灵活多变的分散式防御理念，以应对乌克兰无人机可能发起的深入渗透行动。针对上述困境，普霍夫博士提出了一个颇具前瞻性的建议，组建一支由轻型飞机组成的快速拦截编队，以灵活机动的优势，在空中织就一张密不透风的防御网。然而，他也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当前轻型飞机的生产能力可能会成为制约这一计划实施的瓶颈，为整个方案的实施增添不小的复杂性。同时，他也不忘提醒民众，无人机的翅膀下没有绝对的安全避风港。但是大兵认为，这位普霍夫博士或许是很懂军事，但是并不懂政治。如果把防空系统分散布置，怎么才能让大统领注意到下属对自己的安全的重视和关心呢？相反，就算这样布置并不合理，但只要能被高层注意到，就已经达到目的了。当然，在战场上，俄罗斯军方还是以军事合理性为主的。俄军方已于去年3月着手组建机动火力小组，这一举措无疑是对乌克兰成功运用分散式无人机战术的有效回应。然而遗憾的是，截止目前，这些小组的规模和部署速度仍未能满足全面保护西部关键设施的迫切需求。这一现状迫使部分地方当局发出了无奈之声。他们强调，在联邦防空体系面临巨大压力的背景下，俄罗斯企业和地方政府必须自力更生，发展自身的反无人机能力，以确保本土安全不受侵害。也就是说，以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企业职工可能是要在业余时间手搓防空炮和电子战系统了。不得不说，这是一盘大棋啊！也许再过几十年，俄罗斯的幼儿园里都能人手一挺防空机枪了。波兰外交部长拉多斯瓦夫·西科尔斯基12号表示，乌克兰将加入北约，但条件是俄乌战争结束。
西科尔斯基补充说，在国际关系中最危险的莫过于不可信的安全保证。言下之意，如果在俄乌战争中将乌克兰吸纳进北约，将会直接导致北约和俄罗斯的冲突，这对于北约和俄罗斯来说都是不可以接受的。但北约愿意通过军事援助的方式帮助乌克兰赢下这场战争。根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7月3号报道，美国称乌克兰腐败问题过于严重，因此是不能加入北约。早在2022年，乌克兰正式申请加入欧盟后，欧盟委员会就评价说，腐败是一项乌克兰的重大挑战，而与之作战的俄罗斯同样存在腐败问题，这是苏联原加盟国的通病。另外，媒体此前报道，为期3天的北约峰会11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落下帷幕。这次峰会的一个重点议题是乌克兰，包括对乌援助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不过，北约内部却分歧明显。匈牙利政府始终反对军事援助乌克兰，斯洛伐克对此也不积极，法德两国则相互指责对方援助乌克兰力度不够。显然，在北约老大哥美国解决自身问题之前呢，北约很难迎来一个有领导力的领袖来终结目前混乱的局面。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飙升到60%以上了，在选前如此之高的支持率是非常罕见的，因此特朗普的个人态度将会在未来极大程度地影响俄乌局势。路透社曾在6月披露，特朗普对一项结束战争的计划给予了积极回应，内容包括告知乌方只有在开启和谈进程后才能获得更多美国武器，同时警告俄方，任何拒绝谈判的行为都将导致美国增加对乌支持。美国政治新闻网站在7月份的报道中称，特朗普还考虑一项旨在迅速解决俄乌冲突的协议，与俄方就哪些国家可以加入北约，俄可以保留多少无领土进行谈判。另外，根据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预计将在北约峰会结束后前往海湖庄园与特朗普会面。知情人士称，特朗普并没有要求欧尔班为俄乌达成某种和平协议奠定基础，更像是一次非正式的聚会。特朗普此前批评北约盟国投资不足，但如今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32个北约成员国中，今年有23个国家军费开支达标。除美国之外的北约成员国今年防务开支增加了18%。然而，特朗普本人在7月10号接受采访时重申了他的一贯观点，表示自己不会让美国退出北约，但希望成员国支付更多费用。我只希望他们支付账单，我们在保护欧洲，他们占了我们很大的便宜。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战线。7月16号，乌克兰国防部发表声明，确认俄罗斯军队在哈尔科夫市北部及东北部区域持续进行地面攻击，但乌克兰军队展现出顽强的防御能力，前线局势没有发生明显变化。乌克兰总参谋部详细报告了俄军在赫里伯克和沃夫昌斯克附近的多次袭击尝试，但并未取得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俄方军事博主试图夸大其词，声称乌克兰军队在赫里伯克附近的防御出现松动，但俄罗斯第2特种部队旅等精锐部队在沃夫昌斯克的进攻同样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在卢甘斯克州，俄军继续在库皮扬斯克方向推进，但遭遇了乌克兰军队的顽强阻击。乌克兰机械化营成功击退了俄军排级规模的攻击，并且表示俄军试图利用全地形车式越野车进行突袭。这种新战术表明了俄军已经舍弃了大集团突进的进攻模式。乌克兰总参谋部进一步指出，俄军在多个地点发动的地面攻击均未能突破乌军防线。而在顿涅茨克和南部战线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和大兵之前报告的一样，随着俄罗斯耗光了进攻潜力以及北约援助的抵达，前线的局势呢会越来越平稳，在今年下半年可能战线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俄罗斯反对派媒体 The Bell 的一项调查发现，在全面入侵乌克兰后，约有65万人离开俄罗斯，至今未归。俄罗斯官方对自2022年以来永久离开该国的人数估计，被指责为故意歪曲了实际规模。该调查通过分析俄罗斯公民逃往的国家的移民统计数据来进行验证，结果发现这些逃离的俄公民中，大多数去了与俄罗斯签订免签证制度协议的国家，比如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等。同时，以色列和美国也接收了大量的俄公民。
由于部分国家未提供关于接收俄移民的具体数据，而且有些国家的统计数据截止时间较早，因此实际离开俄罗斯的俄公民人数可能是超过了70万。该调查进一步指出，尽管有俄罗斯官员声称，从2022年2月以来逃离的大多数人在2023年开始返回，但这些说法似乎并不符合事实。事实上，永久离开俄罗斯的人数仅占俄罗斯总人口的0.5%，但这仍被视为过去20年来俄罗斯经历的最大规模的移民事件之一。这种大规模的人口流失可能对俄罗斯经济产生深远影响，包括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和人才流失。这部分劳动力中，受过更多教育和熟练的劳动力更有可能有能力永久地移居国外。俄罗斯目前已逐步迈入老龄化社会。环球时报援引俄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报告表示，至2046年，俄罗斯人口将继续下降，老年人比例也将从当前的24%上升到近27%。另据联合国预测，2050年，俄罗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达25%。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俄自2019年起就开始逐步提高退休年龄了。受上世纪90年代后人口危机的影响，近年来进入俄罗斯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数量越来越少。今年7月 ，SopJob 公司总裁阿列克谢·扎哈罗夫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从2008年以来，每年进入俄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都比上一年减少了约10万人。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7月12号消息，为了应对俄罗斯方面的威胁，德国正在加大军备力度。这下法德共同投资的 KNDS 防御系统公司又要接到德国联邦国防军的一笔大单子了。据透露，就在上个月，德国国防部刚宣布要买105辆豹二坦克，现在他们还想再买差不多数量的全狮犬步战车，外加80辆的 RCH-155 轮式自行榴弹炮。RCH-155 轮式自行榴弹炮是2014年正式推出，并在同一年进行了初次射击实验。该武器系统的底盘部分采用机动性较好且具备较好防护能力的 Boxer 轮式装甲车底盘，而且在底盘后部上方则安装了该武器系统的炮塔部分，即 AGM-155毫米遥控榴弹炮。在具体性能上， RCH-155毫米轮式自行榴弹炮战斗权重达到了38吨，成员2人。由于装备了 AGM-155毫米榴弹炮是遥控无人炮塔，因此其2名成员均位于车体前方，并且通过遥控的方式操控炮塔以及上面火炮的射击。AGM-155榴弹炮基于 PZH-2000 履带式自行榴弹炮上的155毫米榴弹炮改进而来，其身管长度同样为52倍径，只不过通过优化设计后，其生产的成本更低了。此外呢，其炮塔内还携带有30发不同类型的155毫米炮弹和140个模块化发射药包，该炮射速为每分钟6到8发，标准射程为40公里。根据德国方面的宣称， RCH-155毫米轮式自行榴弹炮在不需要任何附加支撑装置的情况下，可以很轻松地实现360度无死角的环射能力。德国联邦国防军打算首批就花上大约20亿欧，把这80辆 RCH-155带回家。而且据说德国国防部给了 KNDS 的采购意向单上写了300多辆，这比他们自己用的都多。因为英国和其他北约盟友国家也看上了这款神器，打算通过跟德国签协议来买。另外，德国防军还对全狮犬 RCT-30型特别感兴趣。这款战车配备的是无人炮塔，是未来步战车设计思路的主流。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表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